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听到这样的辩题的探讨，听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时候站出来说两句了。澄清一个前提，我们从来没有说不能约这个事儿，我方只是在说好朋友不可约。我们今天很真诚的想跟对方3位探讨一下，今天这个社会性自由的边界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我在听刚才一辩博邦尼发完言之后，我一直在心里问一个问题：在您方3位的心中，今天我们身边有没有那么一种人是不能约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第二个问题才出现，就是朋友应该画在哪一边？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啊，一想到跟朋友约，我也说不清楚特别明晰的为什么不能跟他约，就你有一点点觉得哪里不对，但是我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我本能的就把蓝灯按下去了。但是听这边一讲，哎，事情这么重要，好像也对，要不转个红灯试试看。我来告诉大家，心里你们一直觉得有一点点隐隐不对，又觉得讲不清楚那点到底在哪里，就是性真正神秘的地方。对方刚才说的性就像喝酒一样，性就像借钱一样，性就在生活中跟无数让我们开心的事一样，仅仅只是一件让我们开心的事。No。在古时候，性是传宗接代，今天显然不是。但性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意义被你们忽略了，这是我们每个人本能的感受到的尴尬背后的那一点点根源，是隐私的底线。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尴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跟我们每个人相处的时候有一个范式，我们所有人生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相处。有一类人叫老师，那我在跟我老师相处的时候是那个样子。有一类人叫朋友，跟我朋友相处的时候是那个样子；有一类叫夫妻，跟夫妻相处的时候是那个样子；有一类叫跟相处的时候是那个样子。至于具体是哪个样子，花溪已经给我们展示过了。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如果好朋友变成了，会产生一种什么情况呢？会产生一种在你一夜醒来，第2天见到他的时候的错乱感。天哪，薇薇姐一直是我的好友。假设万一应该不会我是吧？因为我已经结过婚了，我们可以彼此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相遇了，如果万一我们特别好的朋友像您的观点一样约过了，第2天我们应该如何注视彼此的眼神呢？我做不到，因为在我过往的人生历程中，我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范式了。我们是像朋友一样聊，像情人一样，还是像夫妻一样？一旦当朋友介入到了朋友界，我们就面临那一点点隐私的侵略和尴尬。我不知道我们有熟到那种你看到了我的一切，看到了我的肉体和精神层面所有最隐秘而不愿意示人的那一切吗？我们的关系有深刻到击穿我们彼此所有隐私吗？如果我们已经击穿彼此的隐私，而我又没有做好这份击穿的准备，我明天该如何迎接这个人呢？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想回答刚才百邦尼的那个问题。百邦尼刚才说，如果你爱，你就去爱嘛；你想睡，你就勇敢的去睡嘛。600万年前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人是猴子变的。在原始森林当中，我看到一只真的是漂亮的母猴子，推倒嘛。母猴子看到真的一只公猴子，骑它嘛。当我们看到彼此心仪的那个对象，我们无法控制住自己肉体的时候，我们一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呀。为什么人今天演化进化到了不这样？我们心里那一点点，我们觉得不太对，是不是恰恰是我们区别于我们600万年前的祖先，区别于路上见到的猫猫狗狗那一点点不同呢？是不是那一点点不同，让我们人铸造成了为人呢？我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们要那么轻松的去僭越，我们是在走历史的倒退的倒车。谢谢。可以。我觉得我可以从学理上去解读他这个问题，因为陈明你讲的有点严肃，但是呢，实际上你讲的并不深刻。你能不能告诉我，好朋友不可以约的那一点点尴尬，那一点点人类的底线和尊严，到底你在捍卫着什么？我只告诉你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丝毫没有混乱的案例，《老友记》6人行，里面那6个人是混合约过的。社会在进步，底线不再是封建时代。你可以跟我畅谈道德，可是你要知道，道德如果没有道理的话，它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为新的道德所取代。我觉得
觉得这样啊，我们其实在一个辩论的这个辩论的题目里面哈，因为辩论的技巧永远是追究对方所有逻辑链条里面最软弱的地方，但是这个逻辑链条的相互这种纠缠，会使我们进入到本身这个话题之外的地方。你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六人行。六人行大概是在第6或者第7季结束的时候，其实它留了一个悬念，就是莫妮卡和 Joey 到底有没有约。然后在这一季结束之后，其实是在美国的六人行的 fans 里面引起了一个巨大的讨论。压倒性的意见是，你们编剧编不下去了，是不是？对。把一个描述友谊和年轻人生活状态的剧，最后不得不在6个人之间去寻找新的组合关系。对。但是它会破坏掉大家对于前6季或者7季的整体的美感以及对这些人的喜爱。可见，在这个话题上，或者说在这个编剧在这个点上，冒犯了所谓的公序良俗。我不觉得我们的话题是不可谈的话题，但是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公众场合，而且由这么犀利的、容易抓到对方逻辑链条漏洞的人去谈，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就这样吧，先请现场的观众用你们手中的红蓝键帮我们做一个选择。我们要不要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红键是继续，蓝键是停止，由大家来决定，好吗？我认为马老师叫停的时候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叫停的那个时刻，就是说整个讨论的内容处于一个高不成低不就、两头没法走的尴尬走向上。他及时去制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举动。我们不是放弃了对这个话题讨论，而是适时给已经烧红了的刹车片泼水，让它降温，让它逐渐回到轨道。他是最有资格做这个决定的人。5、4、3、2、1。什么样的观众做出的选择？多么精准牛逼的观众！居然停到了50比50，这样，那我们既不继续也不停止，我们请我们台上的3位老师来继续讨论，我们选手就放在这儿了，好吗？可以吗？来，您开始吧，我开始啊。我还是跟往常的立场一样，我觉得，如果奇葩说不敢尝试的事情，就在我们的视频节目里面可能就没有开拓出这个空间的机会了，所以试试看没有关系。那搞砸就搞砸。这个题目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就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马东老师，我觉得就可以聊聊看，就是性这件事情可不可能在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跨过这一步？不管在陈明的心目中跨这一点是跨倒退，还是在马薇薇的心目中是跨前进啊？可是讨论会使得它公开。我们可以比较安心的面对这件事，不会再像以前觉得跟朋友约，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忽然之间这个东西就被我们从牢笼里面放出来了。所以我愿意就这个观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认为朋友是流动的，我认为朋友在我们生命中的角色充满了弹性。他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同学，可能是我们的邻居。然后因为某一些病缘凑巧，他变成了好朋友。然后各位在座的人，你们都有过好朋友，友谊又渐渐淡掉了。所以友谊是流动的，就是好朋友不是一个职称，说我发给你一个名片，说陈明，我是你的好朋友，所以这张名片已经印好了，我以后就是你的好朋友。没有，陈明只要做了一件让我恶心的事情，我明天开始就不想理他了。什么好朋友，绝交啊！人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任性的动物，我们对于友谊是可以弹性的处理的。所以这一方在讲的，我认为是当我们对友情的流动到了欲望那一块去的时候，这一方鼓励说我们可以试试看，然后如果失败了，友谊消失了，也不过就跟一些没有牌品的人跟别人打麻将输了钱就说我跟你绝交是一样的事情。你难道会说好朋友不可以打麻将吗？不会。可是你就是会碰到过一些荒谬的人，他跟你打麻将输钱，他就不再跟你做朋友。你心里面吓一大跳，想说什么玩意儿啊？输了钱就不跟我做朋友了，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友谊会流动的情况之下，欲望也会流动。那这个人在友谊方面出了一个缺口，可是欲望方面撩起了你的愿望，你就约嘛，
然后这一方讲的事情是说约就约嘛，约不成就跟麻将打输了一样，那友谊就破碎，破碎就破碎嘛。我们人类就是这样子啊，少了这个朋友多了那个朋友。我们不是讲说好朋友必须约，我们不是神经病，我们又不是禽兽，我们看到好朋友就扑上去说我要跟你约。我们是说好朋友可以约，我们不打算把好朋友每个人额头都贴一个符咒说不准约不准约不准约，不是，是我们贴了一个符咒说这个不可以约，可是这个我把符咒拿掉，因为我要跟你试试看。对，好，是的所以是的，就这么点事儿而已，是的，不用把它当的是那么严重的事情。是的讲完。我特别佩服康永哥，因为康永哥在每一次的这个结辩的时候啊，不管是站在哪个立场上，他总是站在地上。我觉得康永哥开了一个好头，把我们整个的话题回到了一个礼和节的节奏上来。金姐什么？我来说，捍卫你的立场哈。对，康永哥刚才娓娓道来当中有个漏洞，我也发现找到漏洞了。你说的是好朋友可不可以约？我觉得你说的那概念是熟人和我认识的人，和好朋友概念是两回事儿。熟人和我认识的人这有可能，但我跟我的好朋友，我觉得不可能。首先，在我们无论哪个社会环境、宗教信仰当中，性一直是个隐私。无论你可以大胆的谈，大胆的看，有时候大胆的做，偶尔的很极致的，但是它还是个隐私的一个东西。但这个隐私我们发现在每个家庭环境当中，当我是个母亲给我孩子洗澡的时候，当洗到11、12岁的时候，我的儿子再也不让我洗澡，因为他有他的隐私。我觉得如果觉得我是你妈妈，我从小给你当然我为什么不能给你洗澡？但我要尊重这个，哪怕母子之间，就是父女之间都要尊重相互的隐私。在好朋友面前，我们俩谈的很多，也有一个相互尊重的一个。性爱是很难分得开的，每个人觉得是有性爱可以分得开，我觉得那都是吹牛，你都高估了自己的智商。尤其女性，别以为性爱能分得开。如果是好朋友那种约的话，那我估计有一方的好朋友，他可能从开始是以好朋友来介入你，他一直对你有想法，只是跟你用一个好朋友的方式靠近你。你可能把他当做好朋友，但他永远觉得我是有可能得到你的，所以我这个起点是不平均的。刚才我在康永哥讲东当我都能接受，唯独一个是界限是好朋友和我认识的人和熟人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几个好朋友，男性的好朋友最多5个，我认可去到大海捞针睡20个，我也不会碰我这个5个好朋友，因为这个好朋友他跟我分享的是我20年、10年以上的友情，见证了很多东西。为那一点，我拿我手机摇一下就完事儿了。好，往常是团长们不要这么多话啊，可是因为今天各位的发言权已经暂时被封住了，所以我们就多讲一点。我同意这边的人在说，当我要跟我的好朋友约的时候，是破釜沉舟的事情，就是他一旦做那个事情，他可能要面临划不来的代价。可是这一方的说法是划不来他也要。就人会做充满愚蠢的、后悔的事，他们要做。我绝对不认为他们的智慧足以说，我跟这个好朋友约了之后不后悔，可能会后悔。对啊，所以这个我完全同意金老师。我是站在一个原则上的立场，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进行，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约的人有一个高度，都懂自己在干嘛。我们对于好朋友的信心来自于，他们会包容我们最丑陋跟最脆弱的那一面。约是一件很尴尬的事，说出口说我想要你的身体，有的时候很卑微。就我都不要你的爱，我只要你给我1个晚上，这也很卑微啊。所以刚才马薇薇用了义气当头这4个字，我笑出来，我觉得太好笑了啊！就是桃园曾结义，所以这个必须要约过1夜，这太可笑了。可是他的意思我懂，他的意思就是说，哎，我在跟你摇尾乞怜呢，我被我的欲望煎熬到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你懂不懂？我现在拿出我们的友谊来冒险的时候，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唯独只有你这个好朋友是我最放心的，让你看到我最丢脸的那一面、最破裂的那一面、最寂寞那一面，你都还是会包容我。或者我真的丢脸到你发生之后你不要我了，可是你现在赏给我一个美好的回忆吧。所以我不同意你们把这个约的人放在那个高度说，众生芸芸，我非要吃了你不可。不是这一种，是
他受这个煎熬，他在今天晚上他特别需要一个安慰，所以他选择了做这件事。那真正的好朋友在那一晚上说的，我去帮你找一个最安全的，让你过足了瘾，这是好朋友。我一定把高晓松给扒光了，正好。金老师，麻烦不要把高晓松扯进这件事情里面来，好吗？完全破坏美感。就是金老师这个回答让我特别高兴，就是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呢，我提出这么丢脸的要求的时候，他会帮助我。对，那他这个人怎么帮助我，决定于他的个性。他是像马薇薇这样说，好了，老娘两肋插刀，老娘就上了，也有这种。他有这种说，哎，老娘真的做不到，那老娘帮你找个对的啊。对，所以都有。可是无论如何，这个脆弱而空虚而寂寞的我得到了帮助跟抚慰，是我如果不开口求救我就得不到的。所以我约了，然后我就得到了帮助。我丢了脸，我露出我可怜悯的那面，结果得到了帮助，这就是好朋友对我的意义啊。所以可以约嘛。来，听我们蓝神的，他变立场了。没有变立场，因为我觉得双方说的都非常好，而且这是一个成人的话题。是的，起码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聊这个话题，肯定是一个社会的进步。而且我觉得，性其实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并不是一个肮脏的事情。对，当你能够提出这个要求，并且有人来配合你做的事，它肯定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当然您金老师说的后面是后续的事情。但是我们聊的是说可不可以约这个事儿，只是在前面聊这个事情，应该可以有这种允许，能够接受，有这个开口的权利。想法可以。哎，你可以不接受，你也可以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私人个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男神啊，廖凡说的特别好。他拆解了可约和不可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分界，就是主动和被动。说可约是我可约你，对；说不可约是你不可约我。当这一刀分开的时候，在一个辩题的双方都会找到各自的立场。我特别感谢廖凡，因为其实说实话，他来之前没看过《奇葩说》。我真的说的这么好吗？说特别好说特别好，特别好。是吗？你命中注定说的特别好。我们在《奇葩说》努力还原的是一群成年的朋友在生活中聊天的有趣的状态，不是单纯的聊天状态，是有趣的聊天状态。但是作为一个节目，我们有2个重要的标准，也可能是辩论最重要的标准。一个是聪明的表现方式，我们这些奇葩都太善于这些，尤其是组织那些排比句、那些排山倒海的满堂欢笑的那些力量。第二是理性的光芒，这是辩论当中可被识别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我说实话，我特别感谢今天的观众，我们现场100个观众，你们当中如果有不能接受这个话题的人，你们大可以转身离去。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走。大家都在以一个健康的心态共同去讨论我们这个话题，或者思考，或者接受。这样好不好？我们本场不分胜负，可以吗？你们可以吗？我们本场不分胜负，我们请我们3位老师在你们的题板上写下你认为本场6位选手当中你最顺眼的那一个，而且你要给出顺眼的理由。好，那3位在写的时候，我要感谢我不知道哈，因为我们其实这三个重要的赞助商都有我们的赞助伙伴在我们现场，我不知道此刻你们吓尿了没有？雅哈咖啡喝太多了。但是，我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有勇气和眼光赞助《奇葩说》这样一个节目。可能我们在自己冒节目的风险，因为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你们帮助我们承担了这个风险，你们的勇气比我们还大。让我们谢谢雅哈咖啡、东风标致308S 以及 豆，谢谢你们。哎，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场3位导师。好，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他那么顺眼？我没有勇气讲出他讲的那番话来。他讲的那番话那么远离众人，却依然逗人开心，而且启发了某一些想象，我觉得很有勇气。金姐呢？
我觉得，因为我对他的了解、对他的关注呢，我觉得他可能站在不是他这个角度，但是他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还能说的有理有据的，貌似我被他带动了，这是他一个功力的问题，所以我很欣赏这一点点。廖凡呢？对，我觉得他其实说的还是很对，但是他犯过错，但如果他下回如果改正的话，应该会说得更好。你们听到这番话以后，你们会完全以为他们俩是商量好了的一个人选。从我这个角度可以看着他们俩写的是俩人，为什么写的俩人能接得这么顺畅？好，来3位请亮题板。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来，3位请亮题板。百邦尼、马薇薇、陈明。所以又到了我，又到了你了，又到了我。你别以为你今天就装聪明就算了。对要我说，我跟康永哥的感受是一样的。邦尼是一个有自己强烈价值观的一个辩手，一个战士。他冲在我们整个社会的前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你冲在前端，即便你在自行车比赛里面，你冲在第一个，你都是要冲开空气阻力的人。他们身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所以无论你赞不赞成他的价值观，他们都值得尊敬和掌声。有才。我很佩服马薇薇，除了邦尼他的极端性、他的先锋性导致红方不利的阵营之外，你还有周旋义那么猪一样的队友啊，这个啊。但是马薇薇站住了，最后站住了自己的位置。我很佩服陈明，陈明是特别冷静的那么一个选手，而且把我们话题拉回到了至少让我心里不那么揪心。所以其实我是应该把今天的这个大奖给到陈明的，但是奇葩说的现场规则就是看心情。议长此刻的心情特别简单，我愿意把我们的抗恶基金送给本场颁给马薇薇。你愿意为你的好朋友上刀山下火海，他能比刀山还难上吗？你跟初恋情人约没法讲道理，但是大家朋友桃园结过义可以讲道理。好朋友一约是最容易约出真爱来的呀。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叫《真爱至上》，如果要给我一个机会拍一个电影，我就会拍一部《真至上》。为什么呢？我一直替真这事儿感到挺委屈的。真爱走心，真走肾，走的都是器官，咱们怎么就分出了高低贵贱呢？真爱一生难求，真难道不是吗？马东，你题目干嘛把那个字省掉？他讲了800遍那个字了。回头都是这个是我的错误，所以我跟你讲，自己约的含泪也要打完。你继续吧。这时候问题来了，我现在特别想睡的这个人，恰好是我的好朋友，我睡还是不睡呢？睡呀！金城武、吴彦祖远在天边，好朋友近在眼前，有这么一具真挚的肉体摆在你的面前，你却没有好好珍惜，你就不怕有一天追悔莫及吗？在这里，我要用一个我最喜欢的人民表演艺术家范甜甜老师的名句：为什么要压抑你的天性？睡呀！坐过去啊！为什么要压抑你的天性？约呀！好，这时候一个青涩小姑娘跟我说：“好恶心啊！你怎么就能对你的朋友产生欲呢？”我就想问一句：怎么就不能呢？在这个世界上，性向是可以流动的，兴趣也是可以流动的。有的人50岁突然发现我是同性恋，怎么就不能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对我的好朋友有兴趣了呢？而且，你对你的好朋友身体有兴趣，难道是对他的侮辱吗？难道是亵渎吗？不是，是赞美呀。如果你跟我说，
如果今天你跟我说邦尼，我对你的身体有兴趣，胜过对你的大脑感兴趣，我告诉你，我要开心10000倍、1000倍，因为平时不太有人这么说。现在你还问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友情万岁，约无罪。谢谢大家。哎呀，为什么会选择邦尼是第一个出场？反差萌啊！先声夺人，而且邦尼是我们这里的理论家，他真的是这方面很有理论。实践家正好你们呢？其实呢，我刚拿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我真的仔细的斟酌过，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具体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经验嘛，我就找了一个我的好朋友，进行了一次深度的探讨。我的这个朋友呢，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她3年只开过2次张。她告诉我，一个女人30如狼，40如虎。在她无数个极度饥渴的晚上，她踌躇过，她焦虑过，她甚至连我们高晓松老师她都觊觎过。她无数次的告诉我们，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啊。但是关键的时候，她压抑了。为什么？因为她不想杀手，你知道吗？杀熟人，他不想找熟人下手，不好意思下家伙。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他害怕他一觉醒来，发现旁边躺的是艾丽，他想死。OK， 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我知道了我的这个好朋友，他去跟他的好朋友约了炮，这样的人其实我不太敢跟他做朋友，因为我觉得自己长得秀色可餐。如果是我刚刚的那一位好朋友的话，我半夜跟他聊着天，就像邦尼说的，他一下来感觉了，他非要把我推倒，我有这个心拒绝他，我没这个劲儿啊，朋友们。所以最后我要告诉大家，其实约呢，就跟拉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那股劲儿来了，你必须要排解。那我们跟陌生人约，我们可以轻易的删除他，天亮说分手。所以陌生人像一张卫生纸，没有人擦了屁股之后还留着那张卫生纸，因为我们不在乎这张卫生纸。但是我们的好朋友就像我们一本心爱的书，谁会拿自己心爱的书去擦屁股？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不要用你的朋友去擦屁股，也不要轻易的去擦你朋友的屁股。会参加过这样的节目吗？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很好，话糙理不糙。对，话和理都没细致到哪儿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辩题。好朋友要不要约？这甚至可能是一个在我们这个已经非常开放的社会里面都非常前沿的辩题。我们要想真的做好这个辩题，就不要把它纯往下三路走，因为我们所有人在下三路的现场里面会赢得特别多的笑声和戏谑，但是我们不会明辨是非，我们达不到我们想在一个健康开放的社会里面传达重要的价值观和理念的目的。我们回到这个辩题里面来，好朋友可不可以约？到底利弊何在？我们从正方开始，好吗？周旋义作为一位大学教授和学者，我不准备回去教书了。你以为他们还会让你回去吗？解释一下啊，
本人不是约界的，真的从来没约过。但是我非常愤慨刚才潇潇对于约界的侮辱。如果你这么想，你就认为约是一件肮脏、不道德、可耻、不该做、只能当擦屁股那样的事情，你约什么呀？我要呼吁约姐开除你。说真的，我给各位掰开了揉碎了，我给大家讲几个约的可能性的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约不成，对吧？第二个结果是约了以后，像你说的啊，约了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很后悔，约得不爽，对吧？第三个结果是约成了之后呢，还很爽。我告诉各位，你3个结果分析，你会发现约好朋友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事情。首先是约不成，我说实在的，约不成是个问题吗？我约你，你不答应我，所以我觉得你得罪我了。拜托，我是约，我不是强推嘛，是不是这意思啊？反过来说，你约我，刚才我们帮您说的很清楚了，这至少是对我们这种长相不是特别好的人的一种包养吧。我如果觉得你约我是对我的一种侮辱，那说实在的，我们不适合做朋友，我们3观不同。微微哭了，微微。OK。第二个，如果你们约了之后，像潇潇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真的很奇怪。他说陌生人之间我可以不管他了，我以后不会有问题。潇潇同学，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交网络，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都能拍照，每个人都能上传。如果你真心跟陌生人约的不开心了，你觉得你是他一张屁股纸，我告诉你，他很可能是你一生的梦魇，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朋友还可能帮你去圆，而陌生人其实会给你造成非常大的伤害。最后一个，假设你约的爽，祝福你，哈利路亚，你可以拥有一个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后还能聊的一个绝顶的好。他真是回不了武大了。失业了。来吧，您终于把您方的阵营彻底压缩到了10票，成功。好，谢谢老师上了一堂生动的课，但是我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我是约不成的。潇潇为什么觉得这是杀熟是不对的？我告诉你，不是觉得性肮脏，而是我不想让你变成我单纯的欲望出口。你是我的朋友，我不希望你只看到我受益的一面。杀熟是什么意思？约大家都懂吗？就有那个，除了那个之后，我什么都不会展现给你。如果你一个人真的觉得我只是你欲望的发泄口，难道不会觉得自己很低贱吗？好，现在说我的观点。我在拿这个辩题的时候，我也在犹豫，为什么我们不能就像他们一样，把很多角色融合到一起，好朋友、知己、炮友全部融合到一起？我们的人生当中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角色？朋友、同事、酒肉朋友、知己，是因为我们需要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个人，他们在各司其职。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人是很多面的。我希望我在我的同事面前表现出我刚强干练的一面。我希望我在我的朋友面前体现出我温柔体贴的一面，我希望我在我的朋友面前体现出我骁勇善干的一面。可是好朋友和炮友融合到一起了之后，问题就来了。能治愈爱情的人是友情，你会发现你这个倾吐情商的人，好像也有可能变成了你的情商，因为性和爱不是2条腿，你说分开就能分开的。你在和好朋友约的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对他的情感越来越复杂。这个时候你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的问题，懂不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个能睡的人，但是你却失去了一个在你的生命中能吐槽、能倾诉、能心无芥蒂谈天说地的人。所以好朋友我们为什么不约？不是我不能，也不是我不行，而是我不舍得。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当中有一块更重要的战场，需要有一个知己替我去守护。可是如果我越过了性的这道线，我知道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会看你的眼神不再纯粹，我会对你的言语开始产生更多的幻想。所以我觉得好朋友不要约，让他替你守护你最重要的那一块阵地。来吧，好，琪琪，好，走，薇薇姐，灭了他，灭了他。你说人生中不同的朋友会在你生命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各司其职，不能混乱，对不对？最好不要混乱了。好的，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约你的辩友出去喝酒变酒友？如果我们喝过酒之后有在辩论场上，我可能打你不会那么用力了。不会，我们两个喝过酒，我们两个有个辩过论，我打你的时候丝毫也不会留手。但是我会呀，所以你不能。所以这是你个人的问题嘛？可是感情，可是感情也是个人的问题的人。
你是一个谈恋爱的人。这个问题出在人身上，不出在约炮这件事上。好，紧接着我问你第二个问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她已经3年只开过2次张了。我来。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她今天晚上就是这么急，有一些饿，有一些渴，是能管一辈子饱的谷粒多也填不满的。啊，他就随便挑了咱俩中的一个，好，非要咱们陪他一夜。好，你作为一个讲义气的人，你愿不愿意？我替他给高晓松打电话。等等，好，如果现在你就是高晓松老师，你如果是一个讲义气的人，你的朋友只要你一夜，没有要你一命，你愿不愿意答应他？我带我的朋友去看眼科，因为他竟然看得上高晓松啊！我的铺垫完毕，马上结辩。好，谢谢。其实，我刚才对于花溪的奇袭只是讲了2件事。第一，人是不是可以同时担任另外一个人的多重角色？第二，叫做意气千秋。好，第一，什么叫做人可不可以担任多重角色？你生命中有没有一个朋友，他既陪你喝酒，也陪你打辩论，同时还陪你逛街？为什么他的这些职能都可以同时担任，但是忽然到了性这里就不可以了呢？那么一定是我们心目中隐隐觉得性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在我们生命之中，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就看它特殊到是极高贵还是极低贱了。好，按照刚才潇潇的理论，你是认为它很低贱的，可是你没有想过，如果他那么脏那么坏，你不仅不应该跟你的好朋友约，你甚至不应该去害陌生人呢。对，为什么要害陌生人？对呀，发现了没有？好，紧接着第二，如果你不认为他低贱的话，那么就可能你认为他像邦尼说的一样，是一件很平常也很美好的事情，可以跟任何人分享。如果他可以跟任何人分享的话，为什么不能跟好朋友分享呢？我们都知道跟好朋友约会尴尬，会难开口，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好朋友向你开口的时候，只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他对你，只有你这个人，任何人都没法替代，已经产生了无可抑制的冲动，你们俩又聊得来，而这个瞬间他对你的身体突然又产生了冲动，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因为灵魂已经契合了，没准一睡之下发现肉体也契合啊。好朋友一约是最容易约出真爱来的呀。那么跟你马上就能获得的真爱相比，那一点点的尴尬，这一点点的代价，为什么不愿意付出呢？对不对？第二点叫做意气千秋啊。你的好朋友第二种来找你约的情况，就是他今天晚上实在是急得不行了，空虚寂寞冷，3年没开张啊。你愿意为你的好朋友上刀山下火海，他能比刀山还难上啊。最坏的一种情况，就是你挨义气都顶不住这个朋友，我咬了牙，我跺了脚，我觉得跟你睡比死还难受，有没有这种情况？有。那如果他也是一个对你讲义气的好朋友，你拒绝了他，他会记恨你吗？就好像你向一个好朋友，真正意义的好朋友借钱，但他实在有难处，他实在没钱，他不借给你，你们俩友谊会因此破碎吗？也不会，对不对？所以行走江湖，义字当头哎呀，薇薇，你居然找这么一个角度，我真的是。来，琪琪，琪琪。
薇薇姐，第一个你告诉我，好朋友是2个人的事，他们俩有可能产生感情，那为什么不可以一开始就谈恋爱？为什么一定要约？我永远不会知道我在这一生之中会在什么时候爱上这个人。那为什么没说我俩打一之后呢？不，我没说打一之后一定会爱上他。好，不一定是不是？好，我对他有感觉的时候，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有可能爱上他。最坏的结果是我没爱上他，我们俩打了一，那又怎么样？就损失了1宿而已。大家是哥们儿，我陪你1宿咋了啊？好，问题就是所有人都不像薇薇姐这么开放。这第一个问题先放到这儿。第二个问题，你告诉我说，就是义字当头。我问你有没有义字当头不能为朋友做的事？睡朋友的伴侣可能不太行。哦，睡朋友的伴侣都不行，为什么？朋友妻不可欺嘛。好，是不是伤害你的朋友了？对呀。好，那我问你，如果你跟你的朋友打了一之后，他喜欢上你，你却没有喜欢他，有没有伤害到朋友的感情？不就发张好人卡吗？多少人被好人卡伤死了？好，所以伤害到朋友的感情不叫伤害，只有伤害到朋友的妻子才叫伤害，是不是？不对。伤害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哦。如果你的朋友，你们俩是铁哥们儿，他发你一张好人卡，你都会觉到伤害，就是人家赞美一下你的肉体，你都会觉到伤害。你是一个多么玻璃心的人。好，所以好朋友就是哪怕伤了我，他不爱我，他就把我当备胎养，我也得开开心心的收着这张好人卡，是不是？哎，不是这样的。人家是来跟你约的，不是来追你的。你同意跟人家约的前提就是人家有可能不爱你，你不能够事后反悔。好，那既然那又回。如果说你一开始就爱这个好朋友，而这个好朋友来跟你约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讲清楚说，大家讲义气，我告诉你，我是爱你的。而你是想睡我的，好，你要想清楚，睡我的后果是我真正的爱上你，而不仅仅是睡你。如果你们俩是讲义气、有讲道理的朋友的话，要么他会退，要么你会退，彼此都不会伤和气。好，如果在感情和性爱的世界里面，所有东西都能事前讲清楚，并且我们能把感情和性分得清清白白、明明确确，为什么事后还有那么多纠纷呢？好朋友跟一般陌生人谈恋爱和约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多年的感情交流，能够充分的沟通，所以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你发现没有？你跟陌生人约没法讲道理，你跟初恋情人约没法讲道理，但是大家朋友桃园结过义，可以讲道理。好，最后一句话，他这不是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因为你跟你这么了解你的好朋友约完之后，如果他对你没有感情，你俩失去的还是比普通恋人更多的东西。好了，谢谢。好，该到反方。